2年前，表弟求我一起开厂，我技术入股占30%，8级钳工的我，2年就将厂子做到了全市第一，厂子盈利上千万，年底分红时却只给我5万。厂子能有今天，是我跑业务跑出来的，不是你修机械修出来的。这5万你爱要就要，不要我还缺钱呢。嫌少呀？你每天在厂子里转几圈，还没保安干的活多，能分这些就不错了。我技术入股占30%，什么30%？当时也就那么一说，白纸黑字都没有的事儿，你较什么真儿？别忘了，当初是你求我，我求你个屁！厂子能有今天，是我一手带起来的，不是你为了拿订单，我跑断了腿，饿坏了胃。这5万块钱，你爱要就要，不要我还缺钱呢。没有我的技术保障机器稳定运转，厂子行了，我在大城市就是学这个的。你那点技术也好意思敢舔着脸跟我姐夫要分红？这5万给你都多。表哥，你知道我这个人一向大方，但你在我这儿白吃白喝干了2年，咱是亲戚不假，我也不能一直白养着你啊，你又不是我爹，是不是？不用解释了，我今天就走。强子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咱们厂的技术总监，技术方面的事儿就都交给你了。姐夫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厂子的订单全是高精密零件加工，如果没有我的技术，生产出来的只会是一堆不合格的废品。既然觉得我不重要，那就看看没有我，厂子还能不能干下去吧。霍先生，厂子租金加机械，1年5万，你确定要租吗？确定。那签字吧。唉，也不知道对面孙家的厂子打哪儿请来了个超厉害的技术大拿，短短2年时间，厂子就干到了全市第一。签好了。厂里的机械都老化的严重，你看着处理吧。没有老化的机械，只有不会维修的技术。2年前，表弟的厂子开了不到3个月，机器全趴窝，客户天天打电话催货。表哥，你救救我！厂子要完了，机器全坏了，废品率40%，订单交不出去，客户要索赔。表哥，你帮帮我！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一向大方，不会亏待了谁。订单按时保质交了，客户不但没索赔，还追加了3倍的订单。没有我有8级钳工的技术托底，表弟厂子早就黄了。蔡总监，3号机报警了，生产出来的零件尺寸不合格，肯定是机械有问题啊！修啊！霍师傅不在，工厂就他姓霍的会修，其他技工吃干饭的。技工师傅们修了，可不好使啊！技工们都修不好，估计我也够呛能修得了。蔡总监，咋办啊？一群废物，修不好就换一台，肯定是机械老化严重，回头给你调台新的。这批机械的底子比表弟厂子里的要好不少，再买些零件，把磨碎严重的零件替换下来，就能投入生产了。喂，万里，我听说你不在你表弟那儿了，来我这儿呗，钱你说个数，股份我给你40%，成不？江董，我打算自己干。啊？我还想挖你过来镇厂呢。当年要没你，我厂子的机械全得趴窝。我虽然自己干了，但江董有需要，我一样照帮不误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踏实了。啥时候开业？开业的时候我过去捧场，顺便给你牵线，拉点单子。江董，我这厂子小，设备也老。客气了，师傅。就你的技术，放眼全省也没人能比。那就感谢江董了。开业时间我定在2天后，地点我短信发你。好嘞，到时候不见不散。江董能帮一次，但不能指望次次有人帮。厂子要想开起来，还得要靠自己。想当初，表弟厂里的机械维修没有零件，也是我来这儿一点点挑出来的。现在自己开厂，更得要精打细算些。有这些，暂时够用了。这么多台机械。表
弟的小舅子蔡强。嘿嘿，强哥，这得几百台都要卖了？卖什么卖？给我换成同型号的8、9成新的机械，差价我补你。豪气，一下子换这么多，不怕影响生产啊？你真特马外行，新的不比旧的好用，这玩意儿插上电就能干。没有校准参数调整精度的机械，生产出来的只会是不合格的零件。一旦订单不合格率超过2%，厂家会直接拒收，取消合作。呵呵，还是强哥你这手笔大，一下子换这么多台。嘿嘿，马上有个搞精密零件的大老板，带着上千万的单子来我姐夫的厂子里视察，不把旧的换成新的，人家老板会觉得我姐夫没实力，懂不？懂。给我开全新机械的发票，到时候给你返点儿。精密零件，上千万单子，这是个机会。姐夫，新机械都安装调制好了，大老板来视察，肯定不会有问题。花了多少？300多万。怎么这么多？那个，新机械嘛，贵是贵了点儿，但能用的时间也长吗？对，明天刘总来视察，机械不能出一丁点问题，上千万的大单必须得拿下，不然年底都得喝西北风。放心吧，姐夫。新机构能有什么问题？机械300万，新场地投了600万，账上的资金勉强够3个月工资。对了，赶紧把手头的订单干完，催厂家验收结款，有这笔钱到账还能缓缓。今天就交付，验收结款的事儿不会出岔子。高精度零件要不断校对参数，甚至改造机械才能满足订单要求。大老板亲自带着单子来视察，肯定是对零件的要求极高，甚至是苛刻，这简直是天赐良机。上千万的单子我一口吃不下，但只要给我时间，就肯定没问题。现在就是不知道大老板什么时候会来。你表弟包了宴宾楼，给你姥爷过66大寿，你忙完早点回来，咱们给你姥爷买点寿礼。我这就回家。江波，你说你咋这厉害？厂子开得那么大。是啊，给我们讲讲咋开的啊？拿命拼的呗。这几年为了这厂子，每天都睡不够4个小时。睡不够4小时。哥，单子抓紧生产。江波，我一个人又盯机械，又盯生产进度，厂子还有大大小小的。我不是还有事儿吗？你多盯盯。孙老板，咱们赶紧走吧，姐妹都开好酒等着呢。走，这就走。谈完订单就当甩手掌柜，厂子里所有事儿都是我一个人扛，真正睡不够4小时的是我。就冲你这股子拼劲儿，一年挣上千万都挣得少了。儿子，你表弟分你多少？5万。什么？你把他厂子救活了，还没天没夜的干，他怎么只分你5万？我去问问他凭什么？妈，没必要。怎么没必要？这2年你都累成啥样了？累受的比谁都多，力出的比谁都大，亲兄弟也得要明算账吧？在重利的人面前，亲情也不过是一张薄纸。妈，今天是老爷过寿的日子，不跟他吵。再者说，我能救活表弟的厂子，那就把自己的厂子开起来。你要自己开厂？既然干不到一起，那就当竞争对手，各凭本事看看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你儿子不比别人差。我支持你儿子，咱家里还有几万积蓄，折子回家后就拿给你。谢谢妈。咱们娘俩谢什么谢？儿子，给妈争口气，也给你自己争口气。一定都静一静，江波有件大事要宣布，都听听。大家都知道我孙江波是个大方的人，所以我赚了钱不会忘了亲朋好友。江波这孩子就是实在，不忘本。想跟我一起赚大钱的，在小秦这儿交钱买机械，一天24小时不停机生产，机械赚的钱扣除成本，咱们5分。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江波也是看在亲戚的面子上，把赚钱的门道告诉大家。有订单吗？我手头上订单还有不少。另外，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刘总会带着上千万的订单来厂子谈长期合作。上千万，机会来了。买机械，用机械赚了钱，这法子太好啊！赚了的钱再买机械，滚雪球就滚起来了。上千万的单子，利润至少500万，挣的钱
大家一起分。这也就是我老公大方，愿意带大家伙赚钱。一台机械10万，各位机不可失啊！这事儿砸锅卖地也值得干。50万，我买5台，我存了30万，买3台。要干就干大点儿，我把房抵了，能有60万，我要6台。有了这笔钱，再拿下刘总上千万的大单，就不用担心资金的问题了。上千万的大单，老板对设备精度和工人技术要求肯定极高，一旦不达标，不仅1分钱拿不到，还要赔偿巨额违约金的。最好不要盲目。这是什么话？要求高咋了？江波能把厂子开这么大，不懂技术，你懂？江波好心带大家伙发财，你不想跟着就算了，搁这儿冒什么酸话？自己没本事吃肉，还想砸大家的饭碗？你就是嫉妒江波发财，还见不得亲戚们好。万里好心提醒你们。哼，没赚过大钱的人，知道怎么赚钱吗？别搭理他了，不识好歹。你们，妈，他们不听就算了，咱们走吧。有时间和他们掰扯，不如好好准备准备，拿下刘总上千万的订单。来了。刘总，您可让我好等啊！里面请。刘总，我这儿的生产线和机械都是全新的，您的订单给我放100个心。孙老板，场面话就不用说了，我要的零件是用于航天精密仪器的，精度是我们的命。这点您放心，我要做不了，全市没人能行。图纸上是我们要的3样核心零件，轴径、尺寸、圆度，误差不能超过0.01毫米，也就是1丝。只要你们能试制出一套合格的样品，1000万的年单，我们当场签合同。要是精度达不到，我们立刻换下一家。您放心，肯定没问题。强子，让技工师傅们都过来，马上生产一个样品给刘老板看看。都过来，赶紧研究一下。都研究10分钟了，赶紧按图纸给刘老板做几个样品啊！老板，这个要求太高了，误差不能超过1丝，咱们机械达不到啊。达不到就调啊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能不能做出来？这个他们生产不出来，我可以。霍万里，你来我厂子捣什么乱？保安呢？死哪儿去了？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？这位是刘总，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，一天天正经事不干，净在厂子里瞎溜达。我白吃白住的养了他2年，他不感恩也就罢了，还舔着脸找我要分红。我姐夫实在忍不了，前几天把他开了，结果他成天过来找事儿，您别理他。刘总，我是来接订单，误差在0.01毫米以内的零件，全市只有我能做。你确定？刘总，您别听他瞎咧咧，他是故意来这儿捣乱的。霍万里，你修个机械都修不明白，还会做高精密度的零件？赶紧滚，别在这儿碍眼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谁能做出来，单子就是谁的。您放心，我们厂肯定没问题。先来后到，孙老板，你先来。厂里的技工都是我一手教出来的，他们能不能做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没问题，我不急。谁能按图纸把样品做出来，我现场奖励他5万块钱。我来，我一定能行。刘总，这小伙子手法很稳，操作行云流水，年纪轻轻的能有这个水平，一看就是技术大拿手把手教出来的。那当然，要想在我们厂当技工，必须得要有真本事，不然早就开了。这小子现在是我重点培养的骨干技工，就操作机械这几下子，学了得1个月，现在算是练出来。我手把手带了他半年，手法当然标准，但手法再标准，机器主轴校准不够，做出来的只能是不达标的废品。刘总，样品出来了，这轴径、尺寸和圆度肯定没问题，我们厂的技术没得说。检验去。
不用验了，零件尺寸差0.03毫米，也就是差3丝，是个废品。哼，胡说八道，测都不测，看一眼就知道差多少。不用测，我的眼就是尺。我呸！你少在这瞎搅和。刘总，您看，机器设定的参数范围标准，误差在0.01毫米以内。刘总，您别理这个疯子，他就是被我开了之后心怀怨恨，想搅黄咱们的合作。机械设定的参数并不代表最终结果。这个零件之所以是废品，你们看，这台90%新的机械，地脚螺丝都没压实，加工出来的零件怎么可能达标？其次，机械在高速切削时会产生共振，一开始设定的精准度就会出现偏差。以这台机械运转时的情况，会差0.03毫米。胡扯！螺丝没拧紧，不影响机械运转。至于什么共振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刘总，您别听他胡咧咧。测。哼，他说的要是一丝不差，我把零件吃了。哈哈哈！霍万里，看见没有？专家都被我们生产出来的精准度惊到了。霍万里，刚才你说什么？你的眼睛就是尺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看见没？专家都挑不出来毛病。霍万里，凭你还想跟我全市第一的孙江波抢单？你有那个实力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胡工，检测结果到底怎么样？刘总，检测结果跟这位霍师傅说的一模一样。蔡强，结果一丝不差。零件，你打算怎么吃？我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是不是你的仪器坏了？霍师傅，您是怎么仅凭肉眼就能精准地断定零件偏差数值的？我说过，我的眼睛就是尺。仪器和机械总有出错的时候，但眼不会。受教了，孙老板，这就是你一直吹嘘的超高精准度。刘总，意外，这绝对是个意外。这台机器的地脚螺丝没安好，不然精准度肯定没问题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换一台稳定的机械，再出一个样品，快呀！孙老板，既然你这边没有技工能做，那就我来。霍万里，刘总是来跟我谈合作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不就是精准度差点吗？我们厂有的是技工能做出来。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技术容不得有一丝一毫的差错。霍万里，你搁这教育谁呢？你一个就会修机械的二傻子，懂什么？孙老板，我时间有限。8万，我不管你们谁，只要今天把这个零件给老子做出来，我当场奖他8万现金。0.01毫米，难度太大了。厂子给你们开着高薪，现在用人的时候，一个个的躲什么？10万！只要能把样品做出来，老子给他10万！找外面的高人帮忙，行不行？行，只要能做出来就行。你要请谁来？马上我就安排人开车去接。咱们市我就认识一个高人。谁呀？霍万里。老张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他跟个街溜子似的，一天天在厂里闲转，他算哪门子的高人？他平时在厂子里也就是拧拧螺丝，给你们技工打打下手，怎么可能是技术高手？你们知道个啥？咱们厂这2年参数调教，都是霍师傅一手调整的。平时遇到搞不定的精度，也是他帮忙解决的。
我跟着霍师傅也学了不少。霍师傅拧螺丝是在提前预防，担心螺丝松了影响精准度。我的操作都是霍师傅手把手教的。我手把手教过的，多少还有点良心。好啊，你们拿着我姐夫的钱，却替他霍万里说好话，一个个的吃里扒外是吧？霍万里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他是不是技术高手？我比你们清楚100倍。孙老板，已经浪费了1个小时了。刘总别急，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呢吗？上千万的单子绝对不能丢，这要是丢了，厂子资金链会出大问题。谁能做出来，不光有这10万奖金，薪资我给他翻1倍。做不出来，所有人薪资减半。凭什么啊？我们只是技工，又不是技术负责人。是啊，蔡强是技术总监，技术上做不出来，他得来解决，凭什么扣我们工资？姐夫，你也一样。今天做不出合格的样品，年终奖全部取消，都给我滚！霍师傅，你来试试。好。霍万里，你孙老板，先来后到，你这要没有技工能做，那就轮到霍师傅。刘总，只要再给我些时间。既然没有，就让霍师傅试一试。霍万里，怎么停了？你不会只懂手摇式的机械，不懂怎么操作全新的数控机械吧？全新机械，这台机械也就90%新，风吹日晒有段日子了。胡说八道！我看你是不敢做，怕露馅吧？这台机器的合金刀片生锈了，铁锈会影响切削刃的锋利度，加工时会导致受力不均，影响精准度。放屁！机械是今天上午才拆封安装的，全场的人都看见了，怎么可能生锈？霍万里，你不要没事找事儿。我让你用我厂子的机械，是看在刘总的面子上。我们厂的机械有你挑刺儿的份儿。谁让你动我们厂子机械了？我说了，刀片生锈会影响精准度。他要没生锈呢？我听到的声音不会错。你听见？你耳朵是雷达呀？刘总的零件要求极高，机械不容有一丁点问题。如果它没生锈，刘总的订单我退出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强子，让他开。这什么？全新的机械，怎么可能生锈？哈哈，霍万里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刀片亮的都能反光，大家伙都来看看，这刀片哪有问题？霍万里，收拾你的东西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车间！才看了半片，急什么？睁大眼睛，看好了。还真的生锈了。没想到，霍师傅的眼是尺，耳朵堪比声呐，厉害，佩服佩服。霍师傅果然厉害。你不是说这是全新的吗？怎么会生锈？你天天在车间干什么吃的？姐夫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些设备都是刚拉过来的新的。二手机械厂能买到新的，
从机械厂买的？啊，没有，姐夫，你别听他瞎说。好了，霍师傅，可以测试了吗？等一下，有点毛刺儿，刮2下。不合格，千万别合格！要是合格了，订单就飞了。刘总，误差在0.01毫米，合格。这怎么可能？胡工，零件不是要测好几个地方尺寸吗？您再测测其他的。全部合格。哈哈哈哈！好，霍师傅技术果然厉害。我刚才说过，谁能做出来，我手上1000万的订单就是谁的。现在，等一下，刘总，之前我们做的不达标，是因为刀片生锈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刀片清好后再做出来的就达标了。这证明什么？什么？这证明不是他霍万里技术有多高超，而是我们厂的机械精准度高。对，是我们厂的机械精准度高。现在刀片也好了，参数也有了，随便一个技工就能生产出来达标的零件，而且全市只有我这儿能配备几百台的机械和人力，不停工生产。您来我这儿视察，不也是看中这一点吗？机械准，如果没有我打磨那2下修整尺寸，这个零件也是废品。他不会真以为我打磨那2下是在刮毛刺儿吧？孙老板，我做生意一向讲规矩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让人再做一次。没问题，您就瞧好吧。霍万里想在我手上抢单子，想瞎了心。是吗？那就拭目以待吧。你们几个谁来？老板，要是做出来，那10万块的奖励，我孙江波一向大方，只要你们做出合格的样品，奖励一样给。老板我来，我不要10万，给8万就行。老板我来，我只要5万，这人手最稳。5万我就干。3万，参数我都记熟了，3万块钱我就能做。好，就你了，奖励是你自己要的，我可没少给，赶紧做吧。技术也没什么难的，钱到位，什么问题解决不了？难不难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胡工，您检验检验，这回一准合格。误差0.03毫米，不合格，废品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刀片已经换了，参数一个数字都没变，凭什么他做的就合格，我们做就是废品？霍万里，你到底暗中做了什么手脚？机械是你的，人也是你挑的，生产出来的不合格，黑锅扣我头上，怎么？我是背锅侠，是事儿都得给你顶黑锅。你没动过手脚，那怎么可能不合格？因为霍师傅修正了零件的尺寸。妈，他什么时候修正的？我们怎么没看见？霍师傅在刮零件毛刺的时候，顺手就将零件尺寸给修整好了。零件出产出来时会产生回弹，需要做温度补偿，而霍师傅仅仅凭借手感，用极细的砂纸打磨就完成了补偿。完了，订单要凉。霍师傅，我只认技术和实力，不知道您的厂子在哪儿，咱们过去详细聊聊订单合作。刘总，我的厂子就在对面。你是说对面的那个老破小？老破小？是啊，刘总，我们厂对面就只有一个废旧的车间，统共也就4、5台机械。霍师傅，是这样吗？是。胡工，霍师傅的技术确实厉害，可他的厂子1没机械，2没人手，万一延期，咱们也会有不小的损失。刘总，您说的没错，可是咱们短时间内再想找一个霍师傅这个技术水平的高手，找不到啊。用别人，废品率一旦高过2%，不仅浪费材料，更耽误工期。表哥，你那个厂子要啥没啥，接不住这么大的单，不如这样，你还回我这儿干，单子我来接，这样大家都有得赚。1000万的单子，利润怎么着也有300万，我分你1成利，30万啊，不少了。咱们都是实在亲戚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不是？让我回你的厂，好顺顺利利拿下订单，等做完赚完钱再一脚把我踢出去。你这个算盘打的算盘珠都崩我脸上了。霍万里，你那个老破小，
接了订单又能怎么样？你才几台机械，做得了上千万的单子吗？就是，全是卖机械商，我熟得很。只要我一句话，保证你一台机械也买不到。霍师傅，订单我可以给你，但我要求必须在4个月交付。你要认真考虑一下，能不能如期交付？没问题，保证如期交付。要机械没机械，要人没人，千万的单子你拿手搓吗？谁说霍师傅没人没机械？来了。霍师傅的订单，我替他担保。江董，你他妈谁呀？打哪儿蹦出来的？保安呢？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？滚！这个派头不像一般人。霍师傅，新厂开业，我也没别的送的，就带了50台顶配机械给你捧场。江董，这里太贵重了。这都小事，不就1000万的单子吗？这些机械不够，你开口要机械，还有要人，我临时给你调人过来。总而言之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刘总，您可得多留意，霍万利就是个技术厉害点的技工，怎么就突然有人找上门来，又送机械又送人的？这也太巧，也太假了。你知道这位是谁吗？谁啊？这位是全省最大机械厂的董事长江董。我手头上1000万的单子，在江董眼里屁都不算一个。这不对，不对，霍万里不过是个稍微有点技术的技工，江董怎么会给他做担保？孙江波，你知道在你眼里稍微有点技术的霍师傅在我这是什么人吗？什么人？是我拿40%股份都请不到的人。40%股份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姐夫，江董的机械厂可是全省靠前的机械厂，每年利润数10亿，怎么可能会给霍万利40%股份？他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2年前霍师傅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我的重工机械厂。什么？2年前？霍师傅这么厉害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2年前江董机械厂有一批海外订购的重工，因为机械原因导致大批量不同程度的偏差，一旦不能如期交付，要赔偿数亿元。没错，全省的机械厂专家我都请了过来，个个都束手无策，重新铸造加工时间根本来不及。是霍师傅带队硬熬了数月，最后保住了订单，也保住了厂子。霍师傅是我的恩人，也是我们厂的恩人，可惜我没能留住霍师傅啊。当年我确实有意想留来着，但家里打电话说表弟的厂子要黄摊子，正好我懂技术，让我来帮一帮亲戚，所以这才没留。你这尊大佛把人家当亲戚，可人家没把你当回事儿啊。无所谓了，老话说得好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说得好。霍师傅，有江董的机械托底，我手上的订单就交给你了。那就多谢刘总和江董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就是一个普通技工，也就懂修机械，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普通技工，你可真是蠢得可以。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厉害最强的技工是8级钳工，霍师傅是全省唯一的一个8级钳工。8级钳工，全省就他一个。哼，不然呢？你以为2年前我那数亿元的订单是怎么保住的？全省技术专家束手无策的时候，是霍师傅凭一双手，硬生生把精度搓出来的。霍师傅，什么都不说了，有江董的顶配机械和您这位技术大神托底，这1000万的大单，非你莫属。不可能，江董，您一定是弄错了。他就是我大姨家的穷儿子，每天在厂里也就是到处转转。他要是8级钳工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不知道，那是因为你蠢。你拿着5万块打发全省唯一的8级钳工，你以为你很聪明？刘总、江董，咱们去对面我刚盘下来的厂房谈吧。这里庙太小，容不下大佛，更何况人家还觉得我还不如保安。孙老板，肠子悔青的滋味
漫漫长。姐夫，咱们到手的单子真飞了，飞个头！都怪你这个废物买生锈的机器！好你个霍万里，当了大老板就不认亲戚了！万里，你走什么走？江波再怎么说也是你骨肉相连的亲表弟，你把刘总1000万的单子抢走了，江波的厂子怎么活？就是，赶紧把单子还给江波，不然今天你别想走出这个大门！大逆不道，连亲弟弟都坑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动一下试试！抢单子。当初孙江波在办公室拿5万块钱狠狠砸在我身上，骂我是白吃白喝的保安时，你们在哪？蔡强指着我的鼻子让我滚蛋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儿？那是你们兄弟闹别扭。现在看到1000万的合同了，跑来跟我谈良心、谈血脉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字：滚！新厂种地，谁让你们把病人抬到这里来的？之前都是我们不好，是我们嘴碎，我们狗眼看人低。你就看在大姨给你跪下的份上，别跟江波计较了呀。万里，你看看你姥爷，自打听说你跟江波闹翻，你姥爷气得心脏病发作，在医院抢救了一整夜，差点没挺过来。他刚醒就死活要来见你，他就想看着你们兄弟和好啊。万里，江波是你亲表弟呀，帮帮他吧。哥，我不是人，我把股份都给你，求你回厂里救救我，不然那些借钱的人要砍我的手啊！万里，血浓于水啊，你就答应了吧，答应了吧！我们作为长辈都给你跪下了，你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你表弟去死吗？他可是你亲表弟，2年前要不是你大姨叫你来，你能有今天？现在你长本事了，连亲戚的死活都不管了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孙江波。2年前我熬了40天夜，不眠不休救你厂子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谈血浓于水？你拿着5万块钱砸在我脸上，骂我是白吃白喝的保安时，你们谁跟我谈过良心？想让我回去给你们当免费苦力？做梦！老爷的医药费，作为外孙我全包，但想让我回去给你们当免费苦力？做梦！保安，把他们全部轰出去！以后谁放他们进来，立刻开除！霍总，大喜事情啊！我们第1批航天核心舰刚刚通过了国家级专家组的最高规格验收，废品率是奇迹般的0。这是万宏集团追加的2000万预付款，您今天必须收下。霍董，我是全省最大汽车制造集团的董事长董建国，只要您能点头，我们集团未来3年的高精零件订单不需要任何招标，全盘交给你，价格您翻倍开，资金秒到账。全省除了您，还有谁能接下这个单子？哼，霍董，我是北方传播重工的采购总监方瑞，我们中传重工愿意出3倍的市场溢价。各位老总，我万里重工开门做生意，认的是情义，不是溢价。大家的订单我都接了，我敢在这里保证，只要有我霍万里在这里托底，万里重工出产的任何一个构件，就是整个重工业界的最高天花板，任何海外垄断在我们面前都不堪一击。孙总，大事不好了！刚刚接到的最新检测结果，咱们拼命赶工出来的这批精密零件废品率居然达到了惊人的90%，客户要求全额退货，还要向我们索赔天价违约金300万啊！蔡强，你给我好好看看，你不是说你在大城市就是学这个的技术总监吗？你不是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吗？为什么连个最基本的精度你都调不准？你想害死老子是不是？姐夫，我真的尽力了。这批机器有严重的结构共振和热补偿偏差，以前都是万里哥靠着神奇手感用砂纸人工打磨校准的，我根本调不出来这个精度啊！放屁，调不出来！以前霍万里每天在厂里转几圈就能解决的事儿，你拿着老子几万的月薪告诉我不行，现在要赔300万，这钱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这么说我弟弟干什么？他还不是为了帮你？帮我？就因为你的弟弟，我现在都快破产了！老娘砸锅卖铁凑的50万养老钱，你当初在宴宾楼怎么保证的？你不是说1天24小时开机稳赚不赔吗？现在厂子崩了，钱呢？大姨，你放手！
怪我吗？要不是霍万里那个白眼狼在刘总面前使绊子，把千万大单硬生生抢走，我们能到这一步吗？你都往霍万里身上推，还有你蔡强，你200万买来一堆生锈的废铁，废品率达到90%，害我们血本无归。现在赶紧把我们的血汗钱还回来！二舅，机器是姐夫让我去二手机械厂买的，发票也是他让我开假的。蔡强是个没良心的，什么叫你姐夫让你做的？孙老板，你们家这点烂事老子没兴趣听，欠我们的400万，明天中午见不到钱，老子先剁了你2只手，再把你老婆卖去抵债。霍万里，是你逼我的！你发财当100亿富豪，全城的人都围着你转，却眼睁睁看着我去死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绝情，那大家都别想好过。姐夫，我今天去盯着万里重工，私底下打听到了一个绝密消息，过几天他们就要正式交付万宏集团的1000万的核心航天零件了，那可是国家级的战略合作单子。核心零件？那又怎么样？如果我们在临交货前在他们天价的主控魔床上制造点难题呢？只要机器一毁，高精核心件当场变成废品延期，万宏集团背后的势力绝对会把他告到倾家荡产。好，既然他不让我们好过，那他也别想好过。只要我们悄悄把这包金刚砂倒进那台精密魔装的主轴，再把这瓶药水灌进他们的数控面板，到时候机器彻底报废，神仙也调不准精度，万里重工的招牌得当场砸个稀巴烂。天价索赔，彻底封杀！霍万里，你不是牛吗？你不是全省唯一的一个8级钳工吗？机器废了，我看你拿什么去搓零件？既然你不给老子活路，那大家都别活了。强子，带上东西，明天凌晨2点，我们就摸进万里重工的3号核心无醇车间。霍总，出大事了！今天早上，蔡强那个畜生在胡同里死活拦着我，塞给我整整10万块钱的现金。他私下打听咱们新引进的超高精度魔床的主控密码，还问夜班保安的具体换岗时间。呵呵，10万块，呵呵，孙江波和蔡强现在都快被要债的逼死了，居然还能凑出10万块来买通你，看来他们这是要狗急跳墙了。霍总，他们这是要搞恶意破坏，砸咱们的招牌呀！要不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，把这2个无法无天的混蛋当场抓起来？报警？现在抓人，没有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，顶多算个盗取商业机密未遂，蹲几天就放出来了，不痛不痒的。他们换个时间，不是还能再来恶心人？那咱们怎么办？那台天价魔床可是万宏集团1000万军工单子的命脉呀！要是真让他们砸了金刚砂或者毁了面板，咱们拿什么如期交付？他既然大费周章的想来制造难题，作为表哥，我就亲手给他腾出一个最完美的舞台。霍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3号主控车间的后窗锁已经故意留了个缝隙，稍微懂点撬锁技术的就能轻易翻进来。另外，在天价魔床内部和数控面板下方，已经全部加装了最新的红外微型高清夜视摄像头，画面已经实时同步直播到您的手机上了。很好，通知下去，今天晚上凌晨2点，把3号车间的所有巡逻人员和值班保安全部调去1号库房进行年末盘点。霍总，那可是价值几千万，用来加工万宏集团军工核心件的顶级设备啊！如果凌晨2点到4点车间完全畅空成绩，给他们整整2个小时的时间，万一他们真的丧心病狂动手砸了机器怎么办？不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，他们怎么有胆量自投罗网？霍总，您的意思是故意引蛇出洞？2年前他们砸了我的技术饭碗，2年后他们还想毁了我的重工大计。这一次不让他们进小黑屋，我就不配叫霍万里！通知保卫科放老鼠进笼。姐夫，我这心里直打鼓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这万一要是被抓到了，可是要坐1辈子牢的呀！而且他霍万里现在可是全省唯一的8级钳工，连江董和刘总都把他当神仙供着。
咱们真的玩得过他吗？玩不过也得玩。2年前要不是老子收留他，他还在路边修破自行车呢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如今他发了财，全城的大佬都围着他转，却眼睁睁看着老子被高丽逼死。这口气你吞得下去，我吞不下。可这要是毁了，万红集团背后那些大鳄能放过咱们吗？不放过又怎么样？明天中午高丽就要来剁我的手，大姨他们要拆了我的家。老子现在不搞死霍万里，明天中午我就得先死。既然他不给老子留活路，那大家都别想活。别废话了，赶紧把金刚砂给老子倒进煮粥，把这瓶药水全灌进他的数控面板。我倒要看看，机器废了，他拿什么去交货？拿什么去当他的100亿首富？谁？到底是谁？报案呐！人都死哪儿去了？孙江波、蔡强，大半夜的放着舒服的床不睡，带上2包沙子跑来我的核心无尘车间，是想当免费的清洁工，还是想当贼呀？霍万里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这地上不就是点面粉和水吗？我带点东西进车间，犯了哪条王法？对，我们什么都没干，你凭什么抓人？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孙江波，你真当所有人都是可以任你糊弄的傻子吗？怎么撬锁翻窗？怎么密谋下药水？怎么商量要让我倾家荡产给你们陪葬的？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动作，早就在我的手机里同步直播了。假的，这全都是你用 AI 合成的！老子跟你拼了！都不许动！不关我的事儿啊，全都是他，是孙江波逼我干的，是他嫉妒霍万里发财，是他眼红那1000万的大单，药水是他让我买的，金刚砂也是他让我倒的，我是被逼的。蔡强，你个吃里扒外的！主意是你出的，内线是你打听的，现在你把黑锅全扣老子头上，你是不是人？闭嘴！有什么话回局里审讯室再说。破坏生产经营罪，蓄意破坏数额巨大核心设备，人赃并获，铁证如山。带走！霍万里，你这个冷血的，我是你亲表弟，你竟然设局送我坐牢，你不得！我设局？要不是你心存歹毒，要不是你贪得无厌，我的陷阱能装得下你？2年前你砸了我的分红，2年后你还想毁我的重功大计，孙江波，这就是你作茧自缚的下场。好好在里面待着吧。孙江波恶意破坏生产进去坐牢了，厂子也彻底封了，老子几百万的材料款找谁要？那可是我们全家老小的血汗钱，今天不给钱，谁也别想走！不跟老子装可怜！孙江波欠了我们整整400万的高利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今天必须还钱！真的没钱了，厂子账上连1毛钱都没有了，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了！你们去监狱找孙江波啊，找我什么用？活该！当初天天在宴宾楼吃海鲜、喝红酒、开豪车，对亲戚爱答不理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就是，听说连拉扯他们开厂的亲表哥都克扣，这种没良心的黑心作坊，活该破产！这笔账我们一定要算！大家快来看看呀，霍万里这个丧尽天良的啊，他发了财就不认亲戚，还亲手把自己相依为命的亲表弟送进了监狱！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，让我们老孙家绝
万里重工的老板就是个没良心、喝人血的白眼狼，发财了就设计陷害亲戚，连自己的亲舅舅、亲大姨都不认了。霍万里，你今天不出来撤诉，不把江波放出来，我们全家人就一在你的大堂里！你难道不怕遭报应吗？你以为你身价100亿就能无法无天了吗？万里，你终于出来了！你赶紧撤诉，把江波放出来啊！撤诉？犯了错，他就得认。我劝你们别在这里丢人现眼，把无知当成你们不要脸的本钱。你少拿法律吓唬人！你害得江波坐牢，厂子全面破产。今天不给我们赔偿，不把1000万的单子还给江波，我们就赖在这里不走了。赖着不走，很好。各位，你们今天的行为已经严重构成寻衅滋事罪和非法侵入企业罪，因为你们的恶意聚众闹事，万里重工今天的股价和企业商誉已经遭受数百万的严重损失。我们法务部已经依法提起诉讼，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查封你们所有人名下的所有个人房产。什么？不仅不放人，还要查封我们自己的房子？2年前你们联合克扣我分红的时候，想过亲情吗？保安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。法务部联系执行人员，现在就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。霍总，国家级工业博览会官方邀请函到了，咱们的重工高精零部件要彻底登顶了。霍董，大喜呀！恭喜万里重工今天成功上市，市值在开盘瞬间突破100亿大关。看看这大盘，全省乃至全国，你现在是实至名归的工业之王。江董客气了，要是没有您当初送来的那50台顶配设备托底，万里重工也跑不出今天这个超越时代的速度。能跟霍总合作，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霍总，您往台下看，现在全世界的重工企业都跟疯了一样，正排着队等您签字呢。看以后谁还敢小觑我们半分。霍总请留步。以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没认出您这尊真神，求您看在全球供应链的份上，务必给我们一个解释的机会啊！霍总，只要您能消气，我们集团愿意在原价基础上追加5倍的市场溢价，直接签下未来10年的独家供货合同，资金秒到账，求您给个合作的机会。5倍溢价，大可不必。我万里重工开门做生意，认的是大国工匠的技术，要的是国内工业做大做强。那以前的恩怨，您难道要全面封杀我们吗？以前的纠葛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我这里认的是技术标准，不是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。只要认同我万里重工的质量标准，我的大门永远向全世界敞开。好，说得好，不愧是100亿重工的掌舵人，这才是真正的王者风范。华夏技术当顶天立地，海纳百川，做大做强。全省有霍总在，就是我们整个重工业界的福气。看以后海外还怎么卡我们的脖子。我曾沉沦于最卑微的泥潭，被至亲无情的背叛，被小人疯狂的羞辱，但我手里的卡尺和我脑海里的核心技术，这2年来从未背叛过我半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老化的机械，只有不会维修的技术。不管时代怎么变，掌握核心精度的工匠，永远是这个时代的主宰。